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份非常重磅的报告，它来自全球黄金市场的权威机构世界黄金协会，标题是2026年黄金展望，是乘胜追击还是暂时后退。在报告设定的2025年这个波澜壮阔的年份里面，黄金价格创下了超过50次的历史新高，回报率惊人的超过了 60%。 那么接下来2026年黄金市场将何去何从？是继续高歌猛进，还是会面临回调的压力？这份报告通过详实的数据和严谨的分析，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几种可能的路径。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交易老手，还是刚刚开始关注黄金投资的朋友，今天的内容都将为您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我们来看报告的第3页，开篇就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乘胜追击还是暂时后退。报告指出2025年黄金的卓越表现得益于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加剧，美元走弱以及积极的价格势头等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投资者和各国央行都在增加黄金配置，以寻求资产的多元化和稳定性。展望2026年，地缘经济的不确定性依然是市场的主旋律。报告认为，如果经济增长放缓，利率进一步下降，黄金价格可能会温和上涨。如果全球风险加剧，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黄金则可能表现更加强劲。反之，如果美国新一届政府的政策成功刺激了经济增长，降低了地缘政治的风险，那么利率和美元都可能走强，从而对金价构成压力。现在请大家把目光聚焦到第3页的图表1上。这张图表非常直观地展示了在不同宏观经济情境下2026年黄金价格的可能走势。图中的橙色线是历史金价的走势，而进入到2026年以后，我们看到几个不同颜色的预测区间。最窄的薄荷绿色区域代表的是宏观共识情景，也就是市场普遍预期的状态，金价可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内波动。浅天蓝色区域代表的是温和下滑的情境，意味着经济轻度放缓，金价则有 5% 到 15% 的上行空间。更宽的亮天蓝色区域则是末日循环的情景，代表的是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时金价可能有 15% 到 30% 的巨大涨幅。而下方的浅粉紫色区域则代表通货再膨胀情境，也就是经济强劲复苏，金价可能面临 5% 到 20% 的回调。这张图为我们整个分析定下了一个框架，接下来我们就将详细的拆解这些情境。在展望未来之前，我们必须先理解一下当下。报告的第4页标题是黄金令人瞩目的飙升，详细回顾了2025年辉煌的战绩，这可能是自1971年金本位制度结束以来黄金第4强的年度表现。我们来看第4页的图表2，2025年黄金在资产表现中名列前茅。这张柱状图清晰地比较了黄金与其他主要资产的类别，如新兴市场的股票、发达市场的股票、大宗商品和债券等。年初至今回报率，我们可以看到黄金以 60% 的回报率遥遥领先，稳稳地站在了领奖台的最高处。这直接地证明了它在2025年作为避险和增值资产的王者地位。像这样波澜壮阔的行情，正是我们量化交易系统大显身手的地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了解一下。那么这惊人的涨幅究竟是由什么驱动的呢？第4页的图表3，地缘政治风险、美元疲软和投资流推动了金价走高。为我们揭示的答案是这张图表基于世界黄金协会的 GRAM 模型，将每一个月的黄金回报率分解为不同驱动因素的贡献。
我们可以看到，代表风险与不确定性的部分和代表汇率的机会成本部分，在多个月份都贡献了正回报。这说明地缘政治风险和美元走弱是两大核心推手。同时，代表势头的部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显示出上涨趋势本身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入场。接下来我们翻到第5页，这里有一张非常关键的表格。第5页的表格1，黄金的上涨由4大关键驱动因素几乎均等贡献。这张表格用数字量化了图表3的内容。在2025年，我们可以看到风险与不确定性贡献了大约 12% 的回报，机会成本包括外汇和利率贡献了10个百分点，经济扩张贡献了10个百分点，而势头也贡献了9个百分点。这4个因素的贡献异常均衡，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说明2025年的黄金牛市有着更加广泛和坚实的基础，而不是由单一因素推动的。报告的这一页也引出了对2026年核心的思考，市场是否过于乐观地预期了现状会持续呢？历史告诉我们，共识往往会被打破。这里报告引入了第5页的图表4，尾部风险事件正在增加。这张图有一些技术性，但非常重要。紫色线是标普500指数的风度，它越高，代表市场出现极端的波动性的可能就越大。蓝色是芝加哥商品期货期权交易所偏斜指数，它衡量的是市场对黑天鹅事件的担忧程度。我们可以看到这2条线都显示出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市场参与者认为未来发生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的风险正在增加。在这样的环境下，黄金作为战略性避险资产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好了，了解了背景之后，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报告提出的几种未来情境。首先是第6页的温和下滑情境，这种情境设想的是美国经济数据喜忧参半，市场开始担心增长动能放缓，风险偏好下降，这可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走软，美联储降息力度超出预期。在这种环境下，黄金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报告认为这是温和看涨的，利率下降和美元走弱会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同时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会共同为黄金创造一个持续有利的环境。根据模型的预测，金价可能会上涨 5% 到 15%。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请翻到第6页的图表5，实际利率和美元汇率仍处于周期性的高位。图中的蓝色线是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紫色线是美国10年期实际收益率。目前这两者都处于历史上的昂贵和限制性的区间，在温和下滑的情境中，这2条线都会向下移动。而从历史上看，几乎总是黄金价格的强力助推器。接下来是更极端的情境，末日循环。这种情境设想全球经济陷入更深、更加同步的衰退，地缘政治风险急剧升级，市场信心崩溃，企业和家庭大幅削减投资和支出，形成恶性循环。届时美联储将被迫大幅降息，这对黄金意味着什么？报告的观点是看涨。这种情况下，收益率暴跌，地缘政治压力和强烈的避险需求将为黄金创造一个异常强大的顺风。报告预测金价可能飙升 15% 到 30%， 投资需求，尤其是通过黄金 ETF 的投资需求将成为主要的驱动力。当然，有涨就有跌。报告的第7页也分析了看跌的情境，即通货再膨胀回归。这种情境假设美国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取得了成功，经济增长超出预期，通胀压力重燃，这将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甚至可能加息。在这种环境下，黄金将面临挑战。报告的观点是看跌，收益率上升和美元走强会显著增加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同时市场风险偏好转向追逐风险的模式，
投资者会从黄金转向股票等高收益资产。报告预测金价可能会出现 5% 到 20% 的回调。面对这样的天堂与地狱般的不同情境，我们的量化系统能够实时追踪关键的数据，帮助您判断市场的风向。欢迎到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了解。在第7页，我们还可以看到图表6，当前黄金牛市中，投资流量仍低于前几个周期。这张图显示了全球黄金 ETF 的总持有量和资金流动。有趣的是，尽管2025年金价大涨，但 ETF 的总持有量仍未达到前几次牛市的峰值。报告认为，这意味着投资需求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尤其是在末日循环那样的极端避险情境下。除了宏观背景情境，报告的第7页和第8页还探讨了几个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外卡因素。首先是中央银行的需求，请看第8页的图表7，新兴市场黄金储备远低于发达经济体。这张图表显示，新兴市场经济体内的黄金储备占其总外汇储备的比例远低于发达经济体。这表明，从长期去美元化和资产多元化的角度，新兴市场央行有巨大的结构性增持黄金的空间。第8页的图表8，央行需求一直是黄金表现的重要贡献者，用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蓝色的柱状图代表的是每年全球央行的净购金量。我们可以看到，自从2022年以来，购金量一直维持在历史高位。报告预测这一趋势将持续，为黄金提供坚实的底部支撑。另外一个外卡因素是黄金回收。有趣的是，报告指出，尽管金价高企，但黄金回收量一直相对低迷。第8页的图表9，以黄金为抵押的贷款正在增加，揭示了其中一个原因。图中的橙色线代表的在印度被用作抵押贷款的黄金数量估值，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快速增长。这说明许多消费者选择将黄金作为抵押品来获取流动性，而不是直接卖掉它。这种行为减少了二级市场的供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金价。但反过来想，如果经济严重恶化，可能会引发强制平仓，届时这些黄金将流入市场，形成抛压。最后，报告的第9页做出了总结，并提供了一张极具重要的总结性的表格。报告认为2026年的黄金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总体来看，经济增长放缓、宽松货币政策和持续的地缘政治风险这些因素更有可能支撑而非打压金价。现在让我们聚焦到第9页的表格2，黄金对影响其他资产角色的多种因素的反应。这张表格是整篇报告的精华，是您未来1年可以随时拿出来参考的决策地图。它清晰地列出了4种情境及其对黄金的影响。第一列，当前共识，美联储降息75个基点，收益率和美元稳定，结果是黄金区间震荡。第二列，温和下滑，美联储降息更多，收益率和美元走低，市场避险，结果是黄金温和上涨。第三列，末日循环，美联储大幅降息，收益率暴跌，美元承压，市场全面避险，结果是黄金上涨。第四列，通货再膨胀回归，美联储维持或加息，收益率和美元走强，市场追逐风险，结果是黄金下跌。表格还用了颜色来标注每个因素对黄金的影响，亮天蓝色代表积极，白色代表中性，亮粉紫色代表消极。我强烈建议大家截图保存这张表格，在未来这1年里，当你看到关于利率、美元、通胀或地缘政治风险的时候，你就可以对照这张表判断市场正在朝着哪个情境演变，从而对自己的黄金投资决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总而言之，世界黄金协会的这份2026年黄金展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而且深刻的分析框架，
它告诉我们，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面，基于情境的规划至关重要。虽然黄金面临回调的风险确实存在，但其作为投资组合的多元化工具和下行保护的作用，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好了，今天对这份重磅报告的解读就到这里，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黄金市场，并为您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请记住，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本期的内容不构成任何财务建议。您对2026年的黄金市场是怎么看的呢？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